本视频是由良心无节操的每日语音公众号小白测评赞助播出。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小白测评，我是黄炯，又和大家见面了。已经好长时间没录视频了，这个有一段时间因为这个毕业的一些事情啊，毕业答辩啊，毕业作品啊，我们还有一个毕业作品展啊，因为是学的是动画嘛。所以说隔了很长时间啊，这个视频也是有点迟到吧，就是三星的 Galaxy S8 以及 S8 Plus， 这两台手机呢，今天呢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上手体验啊，解渴吧。这两款手机，说实话，作为年度旗舰来说，肯定要做一个比较深度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再把这个感受详细的聊给大家。今天先带大家简单看一下，因为这 S8 Plus 呢，我已经是用过一段时间了。很长时间呢没有和大家见面，然后中间呢也发生了一大堆的事儿，最重要的大家可能知道啊，就是那个公众号的事件，这个广告被永久封停，好了，不在这个视频里说这件事了啊，但是这件事可能大家都比较关心，我只能说这个操蛋的世界我无力改变。好了，咱们就废话少说，一起来看一下这个 S8 与 S8 Plus 啊。对了，你要想了解那事儿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小白测评。好，马上开始。OK，先来说一下我的购买过程啊。这次的这个 S8 与 S8 Plus 呢，我是预定的国行，在线下的门店。线下呢，它会有一个，就是提前预定会给你一个礼包，就是这个盒子，两个盒子都一样的，我这就放了一个啊，由于我订了两台嘛，这里边呢是一个原厂的这个保护壳，然后前膜还有后膜，这个壳子呢，我这个 S8 的这个拿出来了啊。给大家看一眼，其实质量非常差，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透明膜啊，我建议你呢换一个这个自己比较喜欢的膜就可以了，而且非常容易挂啊，但是贴合度真的是非常完美啊，毕竟是原厂的嘛。然后还有前膜和后膜，当然都是软膜，还有呢就是一个罗马式的移动电源。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啊，就是我当时购买这个S8 Plus 的时候呢，它是非常少，全武汉呢只有3台机吧，而且我这个是全武汉的第一台机械，所以说必须捆绑一个所谓的套餐吧，这也是线下门店的一个套路，一个什么屏幕的清洁剂，然后这个就不说了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膜，我觉得这个膜还是挺不错的啊，就是前覆盖的全膜，然后是硬的。玻璃膜，我查了一下啊，如果你要是单买的话呢，这个膜也不便宜吧，大几十块钱，将近100块钱的这个样子。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非原厂的一个无线充电器，我建议呢还是买一个原厂的第2代的快充，因为之前这个 Note 7和 S7的时候，都是提前预定会送那个原厂的无线充电器，但是这一次呢，你需要单独购买了。然后手上的这台 S8 呢是基础的版本5688的这个版本，然后这一台 S8 Plus 呢就是这次所谓的皇帝版。对，之前呢咱们调侃这个最高配的这 Note 7啊，或者说 S8 呢是皇帝版，没想到呢国行这个真的叫皇帝版，出现在它的这个 Keynote 上了啊。我这台呢是已经用了几天了，因为当时我提前拿到呢，想先做一些体验。这个开箱呢，咱们就拿这个 S8 来做。咚啊，对，它是沾过手了，因为这个线下购买的话呢，都是需要现场开机验证的。这个现在都是这个套路，一是为了抵制一下黄牛，第二个呢也是为了他那个参加那个活动嘛，然后他要做一些什么记录啊，拿在手里呢真的是比较窄啊，非常小巧这台手机。里面呢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卡针，然后一些说明书，然后给了一个礼品卡，然后里边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个 AKG 的耳机了啊。其实大家应该知道啊，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呢，他特意说了会送一个这个一个 Type C， 这个 Micro USB 转 Type C 的一个转接头，然后还有就是三星在旗舰机中的固定送的这个 OTG 的这个转接口。这也是方便你传一些数据
然后就是 Type C 的数据线，还有一个这个 AKG 的它的那个耳机前面那个套。这个输出功率上呢是9伏的1.6千或者是5伏的2安，它所谓的一个 fast charging。一个快充技术这个后期呢，我会给大家测这个实际的充电功率和最终的这个充电速度啊。无线充电呢，我建议还是大家用的。如果要是预算够的话，因为这个无线充电确实是非常方便，我已经是专门购买了一个三星原厂的这个无线充电底座，非常有科技范儿，是吧？至于这个 AKG 的这个耳机呢，我对耳机说实话了解不是特别多啊。这个我有朋友呢跟我说，他是发烧友，说这个耳机呢，如果要是包装一下啊，这个卖500块钱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在 AKG 的一些产品线里边，后期详细体验的时候呢，我再和大家聊。这个 S8 Plus 呢，我是提前用了4、5天的样子，就是刚刚到货的时候，反正也拆过了嘛，我就把它拿出来使用了。有一些心得在这一期视频中呢，先简单分享给大家。而且这期视频主要呢是跟大家说几个目前在网上争议比较大的关于这2台手机，因为这2台手机确实是非常非常好看啊！我真的是一点也不吝惜这个赞美的词语，非常非常漂亮。首先就是这2台手机的握持感到底怎么样？因为网上有这个小伙伴说，可能看着是非常非常长啊，然后呢，这个手感呢到底怎么样？我在这儿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这2台手机的手感都是非常非常棒的。原因呢有3个吧。第一个呢是这2台手机都是做的比较窄的，从这个视频上呢，大家也可以看出来，这个两边的边框啊，由于是有这个两侧曲面屏的这个设计，几乎是就成了一条线。顶部和底部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窄，而且这个边角处呢都会有这个圆滑的过渡处理，所以说拿在手里上就感觉拿到了一块玻璃，然后或者说是一个全透明的这么一块屏幕。屏占比上呢，我就这么和大家说吧。这台 S8 Plus 呢可是6.2寸，但是呢它和这个 iPhone 7P 呢是一样大小的，而且 iPhone 7P 比它还要大一些。我打到这个设置上让大家看一眼，这真的是来自2个时代的手机啊，而且整个机身也非常窄，所以说机身窄握在手里呢就是单手操控性非常的好，尤其是这个 S8，由于它是比较小的啊，5.8寸，这5.8寸是多大呢？整个机身呢，咱们来对比一下小米6，它和小米6也就比小米6稍微长了那么一点点吧。哪个是黑科技，哪个是白科技，大家已经一目了然了。这个就是我之前说的，无论是 P10也好，还是小米6也好，其实还都是在去年手机的那个状态之中。今年呢，国际大厂依旧是国际大厂啊。P10卖的也不便宜吧，也挺贵的吧。这个我这台呢也是加了钱，也是5000块钱啊。后边这个4个边角上的处理呢，与之前这个 Note 7呢是非常相似的，都是有这种4向的弧面过渡大家也可以称之为这个4曲面吧，就是小米的这种设计，这种感觉。它这个工艺呢，已经是我觉得到了一个小巅峰的状态啊，非常非常棒，没有任何这个你看出来毛刺啊，或者说瑕疵的地方，这个缝隙呢也是全部都没有了。好，咱们来说第2个问题，就是解锁上。这次呢，由于它是全面屏嘛，所以说没办法把这个指纹识别呢是移到了后边而进行辅助的呢是这个虹膜识别与这个面部识别。我现在告诉大家，如果你要是手指不够长的话，比如说你的手呢是比较短，或者说是小女生的话呢，我是极力建议大家买这个 S8的，因为 S8 Plus 呢这个解锁上呢确实是非常的不方便，由于它这个机身呢是比较长，所以说你这个解锁的时候，我的手指是比较长的，我够着都有一点点费劲。我这个正常握持的情况下，大概是这个样子，看我的手指已经是将接触到1点上面这个指纹识别模块，所以说如果要是你手指比较短呢，会刻意的往上，这样呢，由于它这个手机是后面是玻璃嘛，然后前后呢都比较光滑，比较容易脱落，而你带壳的话呢也无所谓，这样就可以了。而且呢，这个指纹识别呢，它不在正中心，这个解锁的概率呢，我觉得是也有一点点下降啊。不过呢，它进行补充的另外2个呢是虹膜识别与面部识别。面部识别呢，安全指数呢是比较低的。我经过测试呢是，如果你拿一张大头照啊，就是拿这台手机打你的照片，
然后呢，跟你录入的时候的那个状态基本一样。如果对着这个手机，它是可以直接解锁的。这个在后期的这个视频中呢，我会给大家演示啊。这一期呢，就先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如果你是虹膜识别的话呢，录入啊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它这个解锁上呢，我觉得是有一点点不太友好，或者说速度上呢稍微有点慢，因为你要盯着它这个上面的看看这么一下，然后它才会解锁。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关于解锁上对眼镜用户非常不友好当然这也可能是技术所限，也不是它不友好。OK， 又到了喜闻乐见的掉粉时间了。没有赞助商，咱们就给自己打个小广告啊！如果你觉得每一期10-20分钟的视频不过瘾，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好吧，我知道这个名字直白且土气但是却干货满满。不仅能在此直接收看近期的所有视频，小白我每天跟你语音聊天，新鲜的科技圈资讯，精彩的幕后花絮，这些都是少不了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小白测评，或者扫描视频中频繁闪现的二维码，你的关注就是我的动力。每天我在那等你，期待加入。首先，你摘掉眼镜跟戴上眼镜录入这个虹膜，那就甭说了。这个如果要是你戴眼镜的话，这个真的虹膜识别，我觉得几乎不太可用，就是非常慢我是受不了那个速度的。当然有人觉得还可以但是如果是面部识别的话，你摘眼镜和戴眼镜是不能这个非常快速识别的。比如说你摘掉了眼镜录入它基本上呢就是你不戴眼镜的时候，这个解锁呢都非常快。如果你要是摘掉眼镜录入，然后再戴上眼镜解锁，首先会有一定概率根本就解锁不了，还有就是它这个速度上呢也是比较慢的。好，这个就是大家关心的解锁方面的问题。手感上、解锁上都跟大家说了，还有一个就是最近闹得非常沸沸扬扬的，有一点点小要爆发的意思，就是红屏的问题。好在我这2台机器大家也都看到了，应该是没有红屏的情况。但是我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还有就是微博的后台呢，有很多小伙伴都跟我说，这个红屏呢去退货之类的。说实话，我这一台是有那么一点点，这 S8 Plus 是有那么一点点，但是我觉得也无所谓，就是影响不是太大。而这一台这个 S8 呢，默认情况下还是有一点点偏冷的情况。OK 这个就是屏幕方面的问题。如果要是线下机的话呢，你在线下购买呢是可以直接把这机器拆开，而且也是必须拆开的嘛。你就去拿另外一台手机，最好是 iPhone 因为它的这个色差呢是非常非常小的，去现场的对比一下就知道了现场如果要是出现问题的呢，可以直接退换。但是如果要是网上购买的话呢，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因为红屏呢也可以说它不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它可能只是这个倾向上你认为它是红屏，那售货员一口咬定它就是没有红屏的情况好像也没什么太大办法。之前我这个微博上呢也有小伙伴说不给退货的情况也有，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还是国行线下。然后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直接现场呢就能解决，因为毕竟呢这机器不便宜嘛，5688，这皇帝版呢就7000块钱这个6988。好这就是关于 S8 与 S8 Plus 的一些简单情况至于外观上呢，再简单和大家叨咕2句它底部呢是集成了几乎所有的开口，这个并没有取消3.5的耳机孔这一点上呢，我觉得也是三星的一个判断吧因为他觉得可能还没有到那个时候，而苹果这边呢是一向激进，所以说带领一部分手机呢已经是把这个3.5的耳机孔已经取消了侧边上的设计呢基本上和 Note 7呢也都是一样的，两边呢都有这个弧度向中间过渡，然后尤其是前面的这个曲面屏，我个人觉得这次曲面屏呢在这个曲面的曲率上吧，是要和这个 Note 7呢是有一个克制的，就是它没有 Note 7的这个曲率那么大，但是呢也依旧是保持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观感，而且手感上呢也非常不错，划过边缘的时候非常享受就是没有什么割手感或者说那种边框有这个白条的这个情况都没有。机器的使用上呢，首先是并没有什么问题，包括相机方面依旧是表现非常非常优秀，尤其在夜景的情况下，几乎是夜视仪的状态。多说一嘴，就是它专门为这个 Beats By 呢设计了一个按键，就是这个左侧呢是3颗按键的，一个音量加减，然后专门定制了一个按键。这个按键呢是直接可以呼出这个类似于一个通知中心吧，它应该是也可以和后来的那一套就是在可以辅助桌面办公的那个小底座联合起来使用。摁一下它就弹出来，你再摁一下它就没了，是可以
快速的看一些天气啊，比如说近期的提醒啊，一些类似于管理中心的这么一个小功能。至于在曲面屏上的功能呢，依旧是比较简单，就是一个侧边的一个小小的边栏嘛，然后你可以进行设计。但是这一次呢，就是比较克制了，它只有3个因为太多的话呢，其实就相当于没有。做一个精简呢，做一个快速的入口呢，还是不错的。好了至于软件上的一些问题呢，或者说一些测试呢，后期的体验中呢，我再详细的和大家聊。今天呢，就是一个快速的上手体验。这台手机说实话呢，没有什么太大的槽点，从目前来看。对了，最后再说一句它的这个续航，S8 Plus 的续航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S8 Plus 呢，之前我是觉得6.2寸的屏幕只有3000多毫时、3500毫时的电池吧，我觉得这个量呢是比较小的，但是没想到我使用过程中呢，1天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不会让它坚持到这个尿崩的这个情况。当然这也是初期啊，这个后期我在详细体验中呢再详细和大家说。至于 S8 呢，它这个电池呢是比较小的5.8寸的屏幕。但是只有3000毫安时的电池。根据这个小伙伴说呢，它这个电池呢是稍微差点意思的，因为毕竟电池太小了嘛，对吧？这个掌控感非常强，5.8寸的屏幕啊，这个体积做的真的是非常不错了。关于 S8 与 S8 Plus 呢，这2台手机，其实我最近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拿哪几台机器来与它对比啊？1+5呢，我不知道能不能赶得上，因为1+5肯定是6月内发布，但是我什么时候能买到呢？先打一问号，它发布还打一问号呢，对吧？暂时呢，我决定的是与这个 P10P， 然后还有就是 iPhone 7P， 然后还有小米6。这几台机器，如果要是能赶上1+5的话呢，也就再把它加入进来。虽然说这个小米6的价格呢是比较低，但是在配置上呢，是与这些旗舰呢是相当的，而且呢这台机器也有这个4曲面的玻璃，一些相同的因素吧。虽然呢还没有做非常详细、非常深度的体验，但是就这个解锁这一个点上呢，这期视频呢我就可以告诉你，这个 S8 与 S8 Plus 呢有一个非常基础的选择，就是如果你的手不够长的话，那我非常建议你还是老老实实买 S8。如果你喜欢这台机器的话当然在这个续航上呢，可能你要稍微的控制一下，心里稍微不爽一点啊。不管是虹膜识别也好，还是面部识别也好，照指纹识别，肯定在方便程度上差了，我觉得不止一个级别吧。OK， 除了这个视频呢，最重要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扫码关注就可以了。小白测评，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音，每天我在那儿和你聊天，聊聊 KGR 的趋势，聊聊最新发布的手机。还有就是我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 与我微博互动，直接评论或者是私信就可以鸟。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录一个简短的小花絮，就是关于公众号广告永久被封停的这件事情。如果你要是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忽略掉，可以把这视频关掉了，因为我可能说的跟那个差不多。我只是对于这个视频观众，说一下吧，因为在我临近毕业的这个时段发生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是某种天意啊，是吧？就是老天不想让你玩了，不想让你干了，你知道吗？这个你小子赶紧转行的意思。但是说实话呢，我还是非常想继续的，因为坦白的说，咱们的粉丝群体啊，咱们的量级啊，也真的不小了。咱们的排名，不管是各个频道、各个这个网站，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排名吧，前一部分都能看到咱们了。我也很难放弃，所以说我还是挺想坚持。但是微信公众号这个事儿，微信广告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最主要的，没有之一。如果它没了的话，真的得想一些新的盈利方式。因为毕竟就是大家所看到的这一切，就是包括我手里的东西，包括我自己，包括视频中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需要钱的。
没有办法，这个是谁也避免不了的一个现实话题。买机器，然后虽然这个机器可以卖掉，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一般机器都要留长达半年甚至1年之久，要做对比啊，要做一些后期的体验啊，比如说有一些问题还会在这个别的视频中出现，然后还有就是折旧啊，所以说这个钱相当于一直压在手里，或者说这钱就是相当于就是只有当你决定那一天卖的时候，你才能把它拿回来，而且只是拿回来一部分，还有就是所有的设备、所有的耗材这些东西，这件事情坦白的说，刚刚发生的时候，我很慌，真的很慌，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说实话，我也不再想吐槽，不再想就是讽刺一些人啊，骂一些人啊，说什么我们就是什么说了一些真话，什么这些都没有意义，因为这个操蛋的世界你并改变不了，就是你没有用的，你说这些话没有用，你顶多也就是逞一时口舌之快。所以说还是考虑更加现实的问题，想想办法，最近呢会想想办法。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而且我也是一个没有什么生活情趣的人，就我不玩游戏啊，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个娱乐活动，所以说我可能更偏向理性思维吧，更加理性的去想这件事情，想想办法。但是，我最后还是要对那群恶意举报的人，那群不怀好意的人说一句：虽然你们赢了，但是我会赢到最后。人在做，天在看，我看你几时死。